裴首府，平安郡主仗着王爷宠爱，向来不守规矩。下官这就去叫醒他，免得在此脏了您的眼。免了。学而不思则罔，既然无心向学，勉强无用，且由他去，莫要惊扰旁人。这首府长比画里的仙人还绝，可惜冷得掉冰渣，真是白瞎了皮囊。今日便到此为止，散学。回去将经史大义抄写3遍，体内春庭血药效未散，一旦动情，头顶必生草木，绝不可在此失了体面。终于下雪了，本郡主骨头都要睡散架了。这大冰块走路连个褶子都没有，本郡主倒要看看，他私下是不是也这样无趣？吓死本郡主了！这么近，睫毛都数得清，身上还有股沉水香，真好闻。郡主，大庭广众，请注意仪态。微臣还有要务，先告退。好生无情，刚刚扶我时手指都在抖，怕我摔坏了我爹找你玩命呀！一派胡言，换做任何人，微臣都会出手，请自重。嘴硬心软，不过你这耳朵怎么全红了？首府大人，你头上是什么东西？微臣头上如何？莫要顾左右而言他。你发芽了！看错了，今日风大，许是落叶。微臣告辞。长在发冠里的落叶，裴燕啊裴燕，居然有这种好玩的秘密。大人，平安郡主带着食盒在门外，说是来感谢您昨日的帮扶之恩。就说本官公务繁忙，不见，心意领了。哎呀，首府大人，政务再忙，也要吃口热乎的点心嘛。郡主，男女有别，不请自入，实非大家闺秀所为。我本来就不是大家闺秀呀，京城谁不知道我最不讲规矩。我可是真心来道谢的，这城南的桃花酥平时根本买不到。微臣清修惯了，不重口腹之欲，郡主请回吧。裴大人，你今天没长什么奇怪的东西吧？荒谬！郡主若闲来无事，不如多读女教，修身养性。裴大人，你就尝一口嘛，我排了好久的队，手都酸了。你若是不吃，我可就不走了，坐在这里看着你办公。此举太不成体统，微臣自己来。你，他的耳朵红了，像煮熟的虾子。多谢郡主，微臣收下了。天色不早，共处一室，有辱斯文，请回吧。哎呀，怎么屋里没风，您的头顶还开花了呢？真好看，粉粉嫩嫩的，跟大人的冷脸真配。稳住，色即是空，不过是被碰了一下，心绪怎可如此大乱？郡主莫要胡言，微臣还有奏折要批，恕不远送。好嘞，大人慢慢批，明天我再来看您和您的花骨朵。听闻平安郡主近日常去首府府上请教，不知这学问可有长进？今日大好春光，满朝文武皆在，郡主不如赋诗一首，也让我等开开眼界。王四爷说笑了，我这脑子哪会做什么诗啊？这破诗有什么好做的？我觉得这花开得好，说一句真好看就行了。这大雅之堂，岂容如此粗鄙之语？何必非要拽那些文绉绉的词汇？你们天天这么拽词，到底累不累啊？朽木不可雕也。郡主这般不学无术，实在粗俗不堪，将来如何能寻得好人家？这京城里的青年才俊，怕是都要望而却步了。王四爷此言差矣。裴首府，您怎么过来了？郡主率真纯善，未染世俗虚伪之气，这本身就是最难得的品质。诗词歌赋不过是修饰，若以此来评断一个人的品性，未免太过狭隘。王思义身为长者，怎可如此苛责一个晚辈？首府大人教训的是下官失言了，下官知错。裴燕，你刚刚是在护着我吗？你居然为了我去反驳你最看重的那些规矩和学问？郡主多虑了，微臣只是就事论事，并非刻意偏袒。是吗？那王四爷天天教训人，以前怎么没见你管过闲事？王四爷今日言辞不当，有违长者之风，
微臣自当指正。可是我听着就好开心啊！裴燕，你刚才冷着脸教训人的样子，简直英俊极了。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。郡主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感情之事，岂可儿戏？莫要在此胡言乱语。我是不是儿戏不知道，但你的身体可是很诚实哦。糟了，这春庭雪竟在这时开花了！别看，不许看！沈嬷嬷，你简直是微臣命中的克星！别遮嘛，裴大人，这花开得这么鲜艳，说明你心里也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让我摸摸。荒唐！微臣要去静心，微臣这就去抄写清心咒100遍，不，200遍。裴大人，早啊！郡主清晨造访，有何贵干？微臣还要赶去早朝。我的马车坏了，这不巧了吗？刚好来蹭大人的车。大人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走路去赴赏花宴吧？微臣马车简陋，且男女授受不亲。微臣命人去为郡主另雇一辆马车。大家都是熟人了，讲究那么多虚礼做什么啊？快上来吧，再磨蹭，大人上朝可就要迟到了哦。简直胡闹！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裴大人，你今天是不是没睡好？眼下怎么有乌青？是不是昨晚抄清心咒抄到半夜了？郡主说笑了，微臣一向作息规律，从不熬夜。可是大人，你连说谎的时候睫毛都在抖呢。哎呀！多谢大人相救，大人的怀抱比那冷冰冰的清心咒暖和多了。郡主，请速速起身，成何体统？大人，你的心跳得好快啊，跟擂鼓似的。停车！马夫，快停车！微臣觉得车内气闷，需要下车步行。裴大人，桃花开得真好看，下次再一起坐车呀。郡主，这西域进贡的葡萄甜美，您快尝尝。谢谢张公子，这葡萄瞧着确实水灵晶莹剔透的，还是张公子有心，知道本郡主嘴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不知今日大庭广众之下与外男如此亲近，成何体统？那破葡萄有什么好吃的？外强中干，肯定酸倒牙。郡主今日真是好兴致，左右逢源，好不快活。裴大人，你怎么也过来了？你也觉得里面闷是不是？那几个世家公子实在太无趣了，他们只会摇头晃脑的吟诗作对，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词，听得我直打瞌睡。相比之下，还是你看着顺眼些。微臣木讷，可没有他们那般会讨郡主的欢心。郡主若是觉得微臣顺眼，刚才为何与他们笑得那般开心？裴大人，你说话怎么酸溜溜的？你不会是在吃醋吧？荒谬！微臣身为首辅，心怀天下，岂会为这等儿女情长铿锵计较？微臣只是好心提醒郡主，要注意皇室宗亲的仪态，莫要落人口舌。可是大人，你若是没有吃醋，你头上这是长了什么？微臣头上有何不讨？怎么长出了一颗那么大的仙人掌？这长公主府的绿植布置真是奇特，方才走路没注意，不小心挂到了落叶。裴大人，你家的落叶长刺啊！快让我看看这仙人掌扎到手没有？郡主莫要碰，小心扎手！微臣突然想起还有一堆奏折未批，微臣去就来。
这春庭雪的气毒发作的越发频繁，每次都被这丫头牵着鼻子走。我堂堂当朝首辅的颜面何在？不行，今夜必须反客为主，用气势让他知难而退，让他彻底明白首辅府的规矩与威严。裴大人，我又来啦！今夜特意给你带了城南的甜汤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郡主来得正好，微臣正有一桩要事，想向郡主讨见一二。裴大人，你突然靠这么近干嘛？郡主屡次三番来首辅府招惹微臣，到底是觉得捉弄微臣好玩，还是说郡主真的对微臣动了真心？怎么，裴大人这块冰山终于开窍了，想通了要接受本郡主的心意？稳住！我本想用首辅的气势逼退他，为何自己的心跳却先乱了阵脚？微臣的意思是，若郡主只是一时贪玩胡闹，还请郡主顾及皇家颜面，就此适可而止，莫要再纠缠。那我要是说我就是认真的呢？裴大人打算如何应对？沈木木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现在满意了？裴大人，你不仅是个两袖清风的清官，还是个花仙子啊！这满头繁花似锦的模样，本郡主真是太满意了！满意，简直太满意了！裴大人，你这简直是御花园成精了！郡主请适可而止。微臣清誉今日尽毁，快帮微臣弄掉。好，我这就帮你弄。你低一下头，这么高我够不着。你平时总端着，其实很容易害羞嘛。你看，这花开得最艳，说明刚才心跳最快。郡主莫要胡乱揣测，此乃西域奇药所致，绝非微臣本心。嘴硬，药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若是对我没感觉，怎么不对着奏折开花？多谢郡主，天色已晚，请回。裴大人，今早吃什么呀？我饿了。这位便是平安郡主吧？婉清常听闻郡主性情洒脱，果然不拘小节。只是首辅府乃重地，郡主如此随意，怕惹人闲话。你谁啊？在这跟我论起规矩来了？郡主，这位是翰林院苏大学士的千金苏婉清，她今日是来归还微臣借出的孤本古籍。裴大人学识渊博，婉清受益为浅。婉清觉得大人身边该有个懂礼数的人照料，只有红袖添香的体贴，方能不负大人清明。红袖添香我不会，但我会拔草啊。苏小姐，首辅府的闲话还轮不到外人操心。郡主真爱说笑，婉清只是感念裴大人为国操劳，不愿看他因不守规矩的琐事分心。那本治国策论，婉清已做满批注，大人可要一观，其中有不少婉清对当成政局的拙见，望大人指正。苏小姐费心了，学问之道见仁见智，苏小姐的批注，微臣自会抽出时间拜读。治国策论，听着就让人头疼。裴燕，你天天看这些，还要应付别人，不觉得闷吗？郡主，裴大人乃国之栋梁，肩负天下，治国平天下，须得日夜操劳。这等宏图伟业，岂是一个闷字可以概括的？两人相处，若不能在精神上琴瑟和鸣，终究是走不长远的。苏小姐，你是不是渴了？怎么说起话来一股浓浓的茶味儿？难道是刚才喝茶喝多了？茶味儿，这丫头总是能说出些奇奇怪怪却又直击要害的话。郡主说话真是别具一格。郡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我都清楚，你并非裴大人良配。你行事鲁莽，不顾世俗，只会成为他仕途上的污点。首辅府需要的是当家主母，而不是一个只会闯祸惹事的顽童。苏小姐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说你比我更配他吗？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？婉清自幼熟读诗书，恪守礼教，深知首辅夫人应有的气度。你能给她什么？只有无尽的麻烦和笑柄。若你真的在乎她，就该主动离开，成全她的清誉。苏小姐，
你懂规矩，懂诗书，但你根本不懂裴燕。她每天被那些规矩压得喘不过气，你却还要给她套上更重的枷锁。我给不了她琴瑟和鸣，我能让她不用时刻绷着那根弦。至于她到底觉得谁才是麻烦，你不如亲自去问问她。他懂我，他竟然什么都懂。裴大人，哇，裴燕，你这次开的花好高级啊！郡主方才说的话，微臣都听到了。裴大人，您误会了，婉清只是在和郡主探讨些礼数。苏小姐，郡主乃微臣府上的贵客，她的规矩便是微臣这守邹府的规矩。裴大人，婉清句句都是为您着想。微臣以为首府夫人不需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首府夫人只需要开心快乐便好。苏小姐，请回吧。婉清告退。奇怪，他被赶走了，我心里怎么没有预想中那么轻松？难道这就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差距吗？我真的能配得上他吗？裴燕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这首府总空着后院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婉清这孩子是哀家看着长大的，他知书达理，温婉贤淑，与你正是天作之合。承蒙太后厚爱，但微臣如今一心扑在朝政上，且微臣身患隐疾，实在不愿耽误了苏小姐的大好年华。哼，什么隐疾能大得过哀家的懿旨？哀家看你这借口，分明就是在推脱。微臣不敢。今晚的宫中中秋夜宴，百官皆在，哀家便会当众为你和婉清赐婚，这也算是一桩佳话。你且下去准备吧。太后，此事万万不可，微臣告退，绝不能让赐婚的懿旨当众下达，否则便是抗旨不遵的死罪。但若要我娶沈木木之外的他人为妻，我宁愿不做这当朝首辅，哪怕是舍弃这一身官服。太后终于要给他赐婚了，苏婉清才符合这世俗规矩。我算什么呢？在这京城里，我不过是个不守规矩的笑话罢了。今日中秋佳节，百官齐聚，哀家心中甚悦。借此机会，哀家要向诸位宣布一件天大的喜事：首府裴燕乃国之栋梁，苏家千金婉清才貌双全，实乃天作之合。不能再待下去了，留在这里只会自取其辱。太后娘娘不可！微臣罪该万死，微臣绝对不能娶苏小姐。裴大人，你疯了吗？裴燕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你敢当众抗旨不遵？微臣不敢抗旨，微臣只是向太后陈述事实。什么？微臣心中已有挚爱之人，微臣喜欢平安郡主，微臣一见到她，心跳便如眉骨，微臣的脑子里全是她，根本无法自控，此生非她不娶。裴燕，你头上这是何妖物？天哪！首府大人竟然开花了，竟然是一棵参天大树，首府成精了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沈木木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心意，他根本藏不住。郡主，这便是微臣的心意，哪怕不穿这身官服，哪怕罢官免职，我也只求一人。裴大人头顶居然长出大树了！荒唐！裴燕，你中了什么邪术？堂堂首府头顶长树，成何体统？太后息怒，首府大人向来恪守礼教，定是多饮了桂花酿，把梦境当真了。苏小姐慎言，裴某滴酒未沾，这树就是我的真心。闭嘴！来人，立刻把裴燕送回府，闭门思过，没挨表手谕，任何人不得探望。太后误会了，这是裴大人知道中秋佳节，为了给您助兴，特意练的民间戏，简直是对皇室大不敬。
更是丢了文臣颜面。大家开心过节，裴大人用心良苦，博太后一笑，怎么就不敬了？是不是啊，裴大人？郡主这是在为我解围，微臣确实在变戏法。这花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行了，哀家罚了，裴燕立刻滚回去。微臣遵旨。糟了，进退两难，今日这当朝首使的脸面算是彻底丢尽了。裴大人，这树实在是太壮实了，您弯弯腰，侧着走啊。这个呆子，太后不准探望，本公主今晚偏要翻墙去找你。闭门思过，这墙可挡不住我。裴燕那呆子现在肯定在屋里发愁呢，我得逗逗他。裴大人，您头顶着盆栽修剪的挺别致，比昨晚那颗小多了，真是越发精致了。郡主，你怎么半夜爬到墙上去了？万一摔下来如何是好？快下去！我来看你啊，太后又没说不许人爬墙。真是拿他没有半点办法。胡闹！昨晚大殿之事是我失态了，让你平白受了太后的责难，裴某心中有愧。裴燕，昨晚在大殿上你说的那些话，你真的宁可不做首辅，也不愿娶别人？裴某从不打诳语，若是连心悦之人都护不住，这首辅之位坐着又有何用？算你有良心，没白疼你。大不了这官不当了，以后本郡主养你，带你游山玩水去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郡主好兴致，放着宽阔大门不走，偏要翻墙入室。苏小姐这大晚上的也不遑多让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跑来听墙角，真是好规矩。晚清是奉太后手谕，特来考教裴大人的反省之功，顺便奉劝郡主，莫要因为一己私欲，毁了裴大人的清誉。苏小姐请自重，裴某的清誉不需要旁人操心。裴大人莫急，太后娘娘有旨，3日后在御花园设下雅集，若郡主能通过雅集考核，太后便不再过问大人私事；可若是通不过，就请郡主自觉退让，莫要再纠缠首辅大人了。哦，太后想考我什么？荒谬！我的婚事何时需要用雅集考核来决定？苏小姐，请回去转告太后，这考核沈木木绝不参加，裴某也不会受任何人摆布。大人，这可是太后给您留的最后情面，您莫要禁酒不吃，吃罚酒。您若执意抗旨，丢的可不止首辅的乌纱帽，还有10载寒窗的清正之名。您难道要为一个不懂规矩的女子，变成一无所有的平民吗？平民怎么了？平民吃你家大米了，还是碍着你家风水了？裴燕就算去种地，凭她这头顶长树的本事，还能省了买果蔬的钱呢。我们这叫自给自足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郡主说的对，就算做个闲云野鹤，裴某也甘之如饴。你们简直是朽木不可雕也！郡主只会逞口舌之快，这雅集考核的是世家主母应有的琴棋书画与礼仪规矩，你敢接吗？你若不敢，就早点退缩，你根本配不上裴大人。苏婉清，少拿那一套迂腐规矩来束缚我。好，这雅集考核，本郡主接了。嬷嬷，不可冲动，那雅集评判都是守旧文官，他们定会处处雕作于你。裴燕，你别怕，这3天你在家好好待着，看我怎么去御花园，把那些老掉牙的规矩统统破个清清。我要让他们知道你的选择是对的。那晚清就在御花园恭候郡主的大驾，希望3日后郡主还能像现在这般硬气，到时候定要让你颜面扫地。怎么，首辅大人对我不放心，觉得我赢不了他那个绿茶？我是怕你受委屈，论起那些繁文律节，你总是吃亏的，那些老臣的嘴巴可毒着呢。放心吧，对付这些酸儒，本郡主可是有一套不按常理出牌的绝招。3天后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就算你输了，我也绝不会让你一人面对。3日后，我必须想办法出府，绝不能让他独立无援。两位差大哥，雅集的时辰已到，裴某今日确有要事面见太后，还请行个方便。首辅大人，您就别为难属下了。太后有旨，没有手谕，您绝不能踏出这扇门半步。是啊，大人，放您出去，属下们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木木独自面对满朝文官危难，
我怎能在此坐以待毙？既然太后不许我走正门，那我便自己开路。大人，您这是什么神通？大人头上长出藤蔓了。这门年久失修，自己坏了。两位差大哥莫慌，一切罪责由裴某一人承担。今日雅集考的便是各位千金的心性。第一场，咱们就以这案头鲜花为题，请苏小姐与郡主各自插花一盆，以观高雅。那婉清就先献丑了。好一盆高山仰止，苏小姐这插花清雅脱俗，真乃大家闺秀的典范。司业大人谬赞了，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。郡主，该您了。不知郡主要如何展现首府府主母应有的雅致？雅致，本郡主可不懂什么高山流水，我只知道花开出来就是让人开心的。诺，我插好了，这叫红红火火，繁花似锦。俗不可耐，郡主，您这简直是将乡野村妇的审美搬到了大雅之堂，大红大紫聚在一起，毫无留白之美，简直是不懂规矩，贻笑大方。郡主生性活泼，只是这等审美，日后若是摆在首府大人的书房里，怕是会扰了大人清修的心境，白白折损了首府府的清雅。王四爷，您老人家嫌弃这花俗气，可满园的蝴蝶蜜蜂都围着它转呢。百姓辛辛苦苦种地，图的不就是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吗？苏小姐那盆白梅确实好看，可看着冷冰冰的，像是在受苦。这世上本就没有那么多高低贵贱，大家开开心心凑在一起，有什么不好？你简直是强词夺理！只有他能把这死气沉沉的规矩说得如此充满生机，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。一派胡言！首府府的主母岂能像村妇一般粗俗？郡主惯会用这等巧言令色来糊弄人。今日这插花可以不论，接下来考治家之道。身为主母，必须精通算学与持家。郡主打算如何蒙混过关？郡主连一本诗集都背不全，难道日后要让首府大人自己去核对府内的开销吗？谁说我不会算账了？我家王府的账我门清。首府府的开销自有账房去管。裴某娶妻不是为了招个管家。首府大人，您不是被太后下令禁足了吗？怎敢无视手谕，私自出府？腿长在裴某身上，总不能因为怕太后责罚，就让在意的人独自站在这里受委屈。裴某做不到。裴大人，你这金灿灿花盘怎么老跟着我转呀？一直盯着我，看着怪眼晕的。此花名为向日葵，心向阳光，郡主便是我心中的阳光，它自然跟着你转。裴大人，婉清不明白，您是当世大儒，理应知道这世间的礼法和体面，怎么能如此任性？郡主行事毫无章法，只会惹人笑话。婉清究竟哪里比不上他？苏小姐才貌双全，深谙礼数，确实是世俗眼中最完美的主母人选。但在裴某看来，那些规矩就像是一根根提线，把人变成了完美的木偶。裴某在前朝已经被规矩束缚得太久，每日如履薄冰。回到家中，裴某只想要一份鲜活与自在。郡主的好，不需要这满园的考官来评判，裴某一人知晓便足够了。首府大人，您这番言论实在是有违祖制啊！祖制若是让人受委屈，那便不要也罢。听见没？裴大人亲口说了，他喜欢我这样热热闹闹的性格。苏小姐，你那套冰冷的规矩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你们简直把婚姻大事当成儿戏，太后娘娘是绝不会同意你们的，你们迟早会后悔。太后娘娘口谕。太后娘娘口谕：裴燕身为首辅，屡次违背规矩，实在荒唐。既然裴大人如此喜欢花草，甚至在头上种花，毫不顾忌朝廷颜面，那便罚大人顶着这向日葵，亲自去京城最热闹的东街走一遭，亲自采办明日的香烛，让全城百姓都瞻仰一下首辅大人的风采。这整法也太让人难看了，简直是当众羞辱啊！
哎呀，这堂堂首辅去闹事游街，这简直是有辱斯文。太后这是要让大人颜面扫地，逼迫大人主动认错啊！大人您三思啊！微臣领旨谢恩，只要能护住他，就算当街颜面尽失，沦为全城笑柄，裴某也绝不退缩半步。裴大人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何必为了赌气断送大好前程？只要您现在向太后低头，认下之前的错，太后定会收回成命的。为了一个不懂事的女子，在全城百姓面前丢尽脸面，真的值得吗？苏小姐，裴某行事无需旁人治随，这便是裴某自己的选择。哇，去东街采拜，这简直太棒了，简直正合我意。我听说东街的张记糖葫芦和李记烤红薯可好吃了，我早就想去尝尝了。裴大人，你一个人肯定拿不了那么多香烛，本郡主今日大发慈悲，今天就屈尊降贵，陪你一起去逛街采买，给你当免费劳力。闹市拥挤，只怕会弄脏了郡主的裙摆，那些百姓定会议论纷纷，流言蜚语伤人。郡主还是留在府中歇息为好。怕什么？有首府大人这朵向日葵在前面开路，谁还能撞到我？走走走，咱们赶紧逛街去，去晚了糖葫芦就卖光了。这个傻丫头，真是一点都不把世俗眼光当回事。只要有她在身边，这漫天风雨又算得了什么？那些流言蜚语我全都不在乎。简直是无可救药。我看你们到了东街，面对那些指指点点的百姓，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哎呦，你快看，那是首辅大人吗？他头上怎么平白无故长了一朵菊花？什么菊花？那是向日葵。听说大人这是为了讨平安郡主开心，特意学的民间戏法呢。听着周围百姓的肆意议论，裴某当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首辅的尊严算是彻底扫地了。裴燕，快尝尝这家张记糖葫芦的山楂，可甜了，上面裹着的糖心一点都不酸。木木，大街之上人多眼杂，拉拉扯扯吃零食，实在有失体统，太不成样子了。你若真想吃，我们快些买完香烛，回府之后关起门来慢慢品尝吧。什么体统不体统的？你都在头上顶着大花游街了，这会儿还怕当街吃串糖葫芦？你不吃，我就举着不放，让全城百姓都看堂堂首辅大人是怎么欺负人的。面对他这般无理取闹，裴某除了妥协依着他，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？确实很甜。哇，大家快来看，首辅大人头上那朵花害羞了，他居然把脸捂起来了。今日这老脸算是彻彻底底交代在东街闹事了，再也抬不起头了。裴燕，你这花怎么比你还懂事啊？这简直是太神奇了！知道你脸皮薄容易害羞，他居然还懂得自己帮你捂脸，太可爱了！别笑了，快走吧，前面不远处就是咱们要找的香烛铺了。还好我反应及时，没让你淋到雨。裴燕，你快看你的头顶，你居然长出一把巨大的伞了！傻瓜，光顾着我，你自己衣服都淋透了。不过这把荷叶伞真好看，比街上卖的纸伞结实多了，正好用来避雨。只要能护你周全，它变成什么样都好，淋点雨又算得了什么？这个古板的歹子，为了我真是什么颜面都不顾了。我绝不能让他一个人扛。太后娘娘，裴大人不仅没觉得羞愧，反而和郡主在大街上打情骂俏。如今城里百姓都在宣扬，说首辅大人情深义重，娘娘的苦心全被当成了儿戏。家真是低估了裴燕这块硬骨头，这等丢颜面的事，她为了丫头竟也能忍下。既然文臣的规矩压不住她，那就换个法子。哀家就不信治不了一个黄毛丫头。平安郡主不是大言不惭，说喜欢自给自足干农活吗？京郊荒废的果园正无人打理，传旨命郡主即日前往果园监工，3个月内若不能结出果子，便是不懂农桑，不配做首辅主母。娘娘英明，那果园土壤贫瘠，老农都束手无策，郡主娇生惯养，定然吃不了苦。只要她受不住苦，知难而退，裴大人自然就会彻底清醒过来，重回正轨。太后娘娘有旨，命平安郡主即日前往京郊荒原监工，3个月内若果园不能结出丰顺果实，便取消与首辅往来资格。郡主接旨吧，这可是太后的恩典。公公，那片果园早已废弃多年，水源完全枯竭，泥土干裂犹如顽石，让郡主一个姑娘家去种树，这根本是强人所难。微臣这就入宫面见太后，定要将此事说个清清楚楚。首辅大人且慢，
太后娘娘这也是用心良苦，特意给郡主证明自己的机会，想看看郡主是否有持家理财的毅力。若是觉得辛苦，大可直接向太后推辞。只是这首府府的主母之位，郡主怕是坐不稳了。苏小姐，这等低劣无趣的激将刷对我可没用。这差事本郡主接了。木木，农桑之事并非儿戏，那皇家荒原寸草不生，你何必非要去受这份无望的苦楚？我们再想别的办法，千万不可意气用事。裴大人也太小瞧我了，我既然说了自给自足，就一定能种出甜果子来。3个月实在太长了，你信不信？我只要3天时间，就能让那破败园子大丰收。郡主真是好大的口气，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，连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胡话都敢当众说出口？那婉清就拭目以待。3日后，婉清定会陪同王思燕去果园亲自查验。这皇家荒原可是连御林军都开垦不出的死地，3天时间，沈木木你必输无疑，到时候看你如何收场。木木，你刚才太冲动了，那可是废弃多年的死地，3天时间就是神仙下凡，也不可能让枯木逢春。只要有这棵树在，我就算拼尽全力也要为你遮风挡雨，绝不让你被那群文官刁难。裴燕，我刚才可没说大话，那片荒地确实种不出东西，但谁说我们要按常规方法去种地了？你忘了你身上的奇药了吗？郡主，3日之期已到，这满园枯木连片绿叶都没长出来，看来您那大丰收的豪言壮语终究是落空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硬撑？姑娘，这地里的水脉断了，神仙来了也种不出果子啊，您还是别费心了。苏小姐别急，这太阳才刚出来，我的独家肥料这不是才刚到吗？木木，若是太后怪罪，我便说是我不让你种的，一切后果我来担。担什么后果？裴大人，今天可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，这满园的果子可全指望你了。木木，你要做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成何体统？郡主，您在长辈和农人面前，怎可如此不顾体统？裴燕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穿这身青衣，真好看。你休要胡言乱语！看得我心里像是有小鹿在乱撞，伤风败俗，简直有辱斯文。哼，每次看到你批奏章的样子，我都觉得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迷人的男子啊！大人头上长草了！这是什么妖术？这只是风吹落的树叶。裴大人，你的身体可比你的嘴巴诚实多了。郡主，别说了，臣的心彻底乱了。老天爷显灵了！这不可能！皇家果园岂有你们用戏法糊弄？你看，他们都不信呢。首府大人，要不要再给点震撼？木木，别闹了。唉，我还想说，我早就想亲你了。你简直不知羞耻！裴燕，以后我不当郡主了，我就在家天天看着你，好不好？木木，别闹了，裴某快要无地自容了。老天爷啊，这怎么可能？神仙显灵了，枯木开花结果了，大家快看啊！这不可能，这绝对是障眼法，几句不知廉耻的言语，怎么可能让枯树结果？苏小姐，这怎么能叫障眼法呢？这叫真心换真心。你看这果子多新鲜，多水灵，你要不要尝一口，看看是不是假的？荒谬！你们这根本是投机取巧，这等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太后娘娘绝对不会承认的。苏小姐，太后的旨意是让果园结出果实，如今满园果香，大家有目共睹。至于过程如何，并不在旨意要求之内，裴某愿一力承担。就是，我能让首府大人心甘情愿给我当肥料，也是我的本事。苏小姐，你输得彻彻底底。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，走着瞧！
苏小姐慢走，我就不送了，记得帮我跟太后报喜。太后娘娘，郡主行事简直不成体统，他竟大庭广众之下对首府大人行那等轻浮之举，大人被他迷得晕头转向，甚至连清誉都不要了，这让满朝文武如何看待？太后息怒，荒唐至极！哀家让他去闭门思过，他竟跑去给那丫头当果树。既然硬的压不住他，那哀家就用软刀子。太医，微臣在。传出风声，就说哀家被平安郡主气得旧疾复发，立刻下旨命首府裴燕即刻入宫侍疾，没有哀家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裴燕，这荒原的苹果真甜，下次你再结一个给我尝尝。木木，休要胡闹，那等失态之举，裴某绝不会再犯。裴大人，太后娘娘突发旧疾，卧床不起，娘娘特命您立刻入宫侍疾，片刻不得耽误啊！这病的也太巧了吧！太后病重，昨日尚且安好，怎会如此突然？公公稍后，微臣这就随您入宫。裴燕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早不病晚不病，偏偏果园的事传回宫里后就病了，这摆明了是装病。他就是想把你骗进宫里扣起来，用孝道和规矩压你呢。默默，太后乃是君，我是臣，无论真假，事迹都是本分。你且在府中安心等我，莫要冲动行事。想拿规矩困住他，做梦！太后娘娘，药熬好了，还请趁热喝下，保重凤体。裴燕啊，哀家这病都是被你气出来的。你父亲走得早，哀家一直把你当成自家子侄看待，竟然把哀家的脸面踩在脚下。那平安郡主行事乖张，毫无规矩，他哪里配得上你当朝首辅的尊贵身份？你若是还有半点孝心，就该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哀家好起来，尽早断了这荒唐的念头。娘娘恩情，微臣万死难报，但唯独此事，微臣不能从命。微臣的心意已决，此生绝不更改。没长眼的东西，连个盘子都端不稳，怎么做事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快出去！奴才该死，奴才手笨，惊扰了太后和大人。奴才这就给大人擦干净。不用你擦，速速退下。呆子，我猜你一天没吃饭了，赶紧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跟着老太太斗。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溜进的。你们在嘀咕什么？当着哀家的面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那个小太监，抬起头来，让哀家看看你的脸。娘娘息怒，这小太监刚进宫，不懂规矩，微臣这就将他打发出去。慢着，平安郡主，既然都来了，何必还要躲躲藏藏？哀家虽然病着，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地步。哎呀，太后娘娘，您这气色看着确实不好啊。不过您放心，木木在民间听过一个治心痛的偏方，保证药到病除。什么偏方？太医院的药哀家都吃遍了，能有什么用？这偏方叫以毒攻毒，汗出病除，就是得在最热的被子里捂着，配上最烫脚的姜汤泡脚，捂出一身大汗，邪火自然就散了。放肆！天气尚热，你要捂死哀家吗？裴燕，你还不快把他拉开！娘娘，民间确有发汗治病的说法，郡主一片孝心，不如试一试。娘娘，我亲自伺候您泡脚，只要泡上1个时辰，您要是还能躺得住，算我输。够了，哀家的病好了，你们2个立刻给哀家滚出慈宁宫！木木，你今日这胆子也太大了，那是太后，你拿2床冬被去捂太后，万一太后真的降罪下来，我怎么护得住你？怕什么？太后分明就是装病折腾你，我这也算是对症下药。你看太后刚才那中气十足的样子，哪有半点病容？这深宫之中步步惊险，你这般莽撞，实在让我后怕。若是被侍卫当场拿下，可是大逆不道的死罪。有你这位权倾朝野的首辅大人在，谁敢动我？喏，你的晚饭，虽然凉了点儿，但还是很甜的。为了给你送这口吃的，我可是煞费苦心。快吃吧，首辅大人。这是你在街市上买的，裴某确实饥肠辘辘了。怎么样，甜不甜？
确实很甜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，比那些山珍海味强100倍。裴燕，你又开花了，还是粉色的合欢花，这花真漂亮。这是不是代表你现在心里特别开心？你是不是对我动心了？你休要无乱猜测。是，裴某承认，此刻满心欢喜。只要有你在，即便是这冰冷压抑的宫墙，我也觉得十分温暖。算你有良心，那我们以后天天吃烤红薯。有人来了，听脚步声，是御林军的巡逻卫队，快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这身打扮定会惹人生疑。往哪边走？跟我来。裴大人，您不是在慈宁宫试鼻吗？怎么会和一个小太监在此处流连？这身形看着好生眼熟，这不是平安郡主吗？堂堂郡主竟女扮男装与首府夜办私会，若是传出去，皇家脸面何存？大人的清誉何在？郡主，您就算再倾慕裴大人，也该顾忌礼义廉耻。您这样做，只会害了大人。王四爷、苏小姐，郡主入宫全是裴某的安排。老臣明日定要如实禀报太后。四爷请便，裴某自会给太后一个交代。这两人摆明了是来找茬的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先护送你出宫。裴燕，都怪我太冲动，那个老学究肯定会在朝堂上参你一本的。默默无需自责，这宫墙内的规矩，裴某早就厌倦了。启骸古树，你要辞官？这可是你寒窗苦读换来的首辅之位。这首辅的位子，裴某今日便还给太后。我倒要看看，离了这身官服，他们还能用什么规矩来管我？裴燕，为了我丢了前程，真的值得吗？前程再大，也不及你半分。裴某只求问心无愧。好，既然你敢辞官，那我就敢养你。大不了我们去种满山苹果树，自给自足。一言为定，今日起，裴某便只是裴燕了。太后娘娘明鉴，昨夜老臣亲眼所见，那平安郡主女扮男装潜入后宫，郡主与裴大人在偏僻夹道私会，裴大人身为百官表率，竟做出此等伤风败俗之事，实在有违圣贤之道。首辅大人怎会如此糊涂？这可是大罪啊！老臣恳请太后严惩二人，以正朝纲，绝不能让这等丑事玷污了皇家的清誉。裴燕，王四爷所言，你可认罪？你若一意孤行，哀家也保不住你。你若是肯当众悔过，并遵从懿旨迎娶苏家千金为妻，哀家或许还能网开一命，保全你的颜面和官位。微臣裴燕有负太后重托，愧对百官表率之命，今日特上奏促去首辅之职。微臣交干官印，从此退隐田园，再不过问朝政。裴大人竟然为了一个女子要辞官，你这是在公然忤逆太后！你将江山社稷置于何地？妖术，这简直是妖术！微臣不是，微臣只是终于明白，这满朝的冰冷规矩护不住我心爱之人。既然如此，这官裴某不当也罢。裴燕，你简直是疯了！你以为这朝堂是你开的客栈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没有哀家的旨意，你半步也踏不出这皇宫大门。好一个退隐田园！裴燕，你12岁入太学，20岁高中状元，朝廷花了多少心血才将你培养成当朝首辅？如今你为了一女子说走就走，你把朝廷当成什么地方了？娘娘息怒，微臣自知辜负了朝廷的栽培，微臣愿意捐出这些年的所有俸禄与家产，愿以此充盈国库，以此赎罪，只求娘娘成全。裴燕，你糊涂啊！朝廷缺的是你那点银子吗？你这是在推卸身为读书人的责任。老臣看你是被妖女蒙了心智。裴燕，既然你执意要走，哀家也不强留。但你既然受了朝廷恩惠，走之前必须替朝廷办完最后一件事，就当全了你我君臣一场的情分。娘娘请吩咐，微臣万死不辞。皇宫后园的万卷阁里堆积着3万卷前朝遗留的乱件，那地方积灰30年无人整理。你既然那么喜欢清静，就去万卷阁把这些竹简全部修编归档。3万卷竹简，那可是个暗无天日的苦地方，一个人修编，少说也要耗上3、5年啊！一日修不完，你便一日还是大宣的首辅，绝不许踏出宫门半步。微臣领旨。郡主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那地方常年不见天日，
连个窗户都没有。大人要在里面待上几年，这身子骨怎么熬得住啊？太后这招实在太狠了，这摆明了是要困死大人啊！整理3万卷竹简，太后这是想把他累趴下，想用这苦山事让他知难而退，顺便切断我们的联系。这老太太的算盘打得真响。既然太后想考验她的耐心，那我就去给她送点精神粮粮。我倒要看看那些烂竹简能有多难搞。管家，去把厨房里好吃的糕点都给我包起来。本郡主要亲自去万卷阁监工。郡主，你要去皇宫，那可是禁地啊，没有手谕进不去的。禁地又如何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自有妙计。裴大人，这万卷阁灰尘漫天，太后娘娘只是一时之气，只要您肯服软认错，这是婉清亲自守着炉火熬了3个时辰的参汤，您趁热喝一口润润嗓子。那郡主只知贪玩闯祸，根本不懂大人的辛劳，只有婉清愿在这里陪着大人。苏小姐请回，裴某乃戴罪之身，不敢劳烦千金之躯。这阁内污浊，苏小姐金枝玉叶，莫要被这里的灰尘脏了裙摆，早些回府。哎呦，这破地方真难找。裴燕，我来给你送好吃的啦。郡主，此乃皇家之地，满是皆是前朝留下的珍贵古籍，你竟将市井吃食和明火载入，若污了史书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苏小姐这话说的可笑，人要是饿晕了还修什么书啊？我这带的不是零食，是给裴大人提神的文书4宝，吃了才有力气。郡主送来的文书4宝十分美味。哇，裴燕，你头上居然长果子了，红彤彤的真可爱，看着就好吃。你这木头竟然还会结这种果子，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一片好心，真是白费了。哼，总算把这碍眼的人气走了。裴大人，这番茄送我当零嘴吧。你呀，总是这般口无遮拦。这3万卷乱简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太后想用这烂竹简压垮你，做梦！本郡主自有过墙梯，不就是整理龟蛋吗？明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效率。前朝字迹剥落，生僻字极多，理清这3万卷极耗心血。照你这慢吞吞的看法，等修完这些破木片，咱们俩都成老头老太了。修书是水墨功夫，你若气闷，便先吃些糕点，或者回府歇息。这里灰尘大，我才不走，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吃灰，我可舍不得。太后此举有意刁难，这3万卷绝非一日之功，我不想你跟着受苦。太后那是老顽固，咱们可不能被死规矩困死。除了逐字对照，别无他法。你就是被翰林院那套酸腐气给限制了想象力。默默不可，残剑混在一起更难拼凑了。你学问太大，容易钻牛角尖。这修书不就是拼图找朋友吗？看我的，拼图找朋友，这些皆是治国策论，岂能当作儿戏？治国也得讲究效率。你看这堆竹简的颜色，深色放左边，浅色放右边，这就叫物理分类法。仅凭颜色断定篇章，实在过于草率，万一串偏了该如何是合？别急啊，那你再看这块边缘的重咬缺口，这叫竹简连连看。这块缺口是个半圆，那块刚好补上，完美。这重铸痕迹真是奇特，上面的纹路都在一条线上，闭着眼睛都知道是一家的。这几片记载的确实是同年水患，材质相同，重铸的纹理也竟完全一致，对吧？我就说这招管用。你这法子看似毫无章法，实则暗合了格物之理，竟然真的省去了大半力气。那是，你负责看字，我负责看形状，咱们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郡主聪慧，裴某自愧不如，受教了。光口头夸可不行，首府大人不给点实质性的奖励吗？好，那便依郡主所言，我们一起来修书。等大功告成，裴某定备大礼。裴燕，你头上长牵牛花了，他还往我这边爬，真是个粘人精。既然已经缠上了，裴某便不会再让他松开。堂堂首府大人，说起情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，一点也不害臊。面对挚爱，何须掩饰？喏，奖励你的，吃了这个小番茄，咱们继续干活。甚甜，多谢木木。有我在，保证让你3天内走出这个破屋子。谁？裴大人，太后娘娘命老夫来看看，
这3万卷残简修得如何了？荒唐！这可是前朝孤本，珍贵无比，你们竟然将它们像柴火一样堆在地上，这简直是对圣贤书的极大亵渎，成何体统？王老大人，您说话可得凭良心，这万卷阁里的残简放在这里吃灰整整30年了，发霉的发霉，生虫的生虫，那时候怎么没见您来心疼圣贤啊？你休要胡言乱语，这可是朝廷重地，老夫乃是朝廷命官，掌管礼法，岂容你在此大放厥词？我这是实话实说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能把活干完才是真本事。强词夺理，修书乃是严谨之事，郡主这般无乱推弃，简直胡闹。若是乱了典籍的顺序，造成千古遗憾，你如何担当得起这个大罪名？王四爷多虑了，郡主并未胡乱推弃，这一堆是按竹简的年份色泽分类，那一堆是按绳结的编织手法分类，裴某再依此进行文字校对，事半功倍，并未有任何亵渎之举。哼，再等片刻，拿下最后几块残简，这卷古籍就能补齐了。木凳老旧不稳，太危险，还是我来取。马上就拿到了，这点高度难不倒我。地面一滑，万一摔倒得不偿失，快下来！救命！有没有摔伤？头有没有磕到？我没事，就是你的心跳太快了。一看到你遇险，我便心绪大乱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这花开的也太夸张了。只要你平安，满屋花开也无妨。好吧，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，不笑话你了。放肆！藏书阁内举止轻浮，你们成何体统？肯定是苏婉清又来告状了。微臣参见太后，郡主失足坠落，微臣只是出手相救，并无失礼之处。哼，休要狡辩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简直有辱斯文。太后明察，我们一直在专心整理竹简，从未嬉戏。短短几日，你们竟整理完这么多残简？我与郡主日夜赶工，不敢懈怠。这怎么可能？短短几日竟能理出这么多残简，看来还得再想办法阻拦。娘娘，竹简虽分类完毕，但郡主只求速度，不过是表面功夫，能做完差事就是本事。你若不服，大可接手剩下的古籍。不必争执，万卷阁困不住你们，哀家换一场考验。3日后秋菊赏花宴，东西2院分开比拼，东院归苏婉清，西院归平安郡主。不知比试规则是什么？2人各得50两白银筹办宴席，谁能赢得百官称赞，谁便可执掌首府府中馈。50两太少，皇家宴席规制严苛，这点银两根本不够用。郡主若是怕输，趁早认输便可，不必强行硬撑。太后分明是刻意刁难，50两办皇家宴席根本是天方夜谭。太后此举太过为难郡主，若郡主受辱，微臣愿一力担责。女子比试，外臣不得插手。无需求情，这场比试我接下了。50两足矣，3日之后我必定办好西苑宴席。那我静候郡主佳音，希望郡主届时不要难堪落泪。哀家拭目以待，起驾回宫。郡主，您花10两银子买了些野菊花和满天星也就罢了，这剩下的40两，您全买了这些瓜子、糖画和竹圈，这哪里像皇家宴席？这简直像是京城外头的平民庙会呀！太后若是看了，定会勃然大怒。管家伯伯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那苏婉清肯定会把50两全砸在租界名贵菊花上，强称世家排场。大家天天在皇宫里看名贵花草，早就看腻了。咱们得来点新鲜的。哎呦，我的郡主，规矩不可废，这等粗鄙之物登堂入室，那是抗旨不尊呐！木木的意思是反其道而行之，用市井的烟火气来招待那些拘谨的达官贵人，让他们放松心神。聪明，平时那些名贵宴会，大家都死死端着架子，那些贵人们连笑都不敢大声。我这次偏要让他们在戏院里玩得痛快。郡主此举别出心裁，定能出奇制胜。裴某愿全力效助。哇，裴大人，你这回长了一棵金桔树哎，这在我们民间可是代表着招财进宝、大吉大利呢。
既然是大吉大利，那便预祝郡主明日的西园门庭若市，力压东院，让满朝文武刮目相看。来，首府大人，别光顾着说好听的，赶紧帮我把这些瓜子分装到小纸包里。明天你可是我西院的头号迎宾。微臣遵命，定当竭尽全力为郡主效劳。堂堂首府大人竟然没有半点架子，被郡主指挥的团团转。罢了罢了，有首府大人撑腰，这西院再怎么闹腾也出不了大事。娘娘您看，西院那边乱哄哄的，成何体统，简直是在丢皇家的脸面。晚清这东院名花荟萃，大家安分守己，品茗听琴，才是符合皇家礼法的雅静之地。苏家丫头确实端庄，办事极有分寸，这才是当家主母该有的风范。走，随哀家去西院看看，那平安郡主拿着区区50两，究竟在搞什么名堂？伤风败俗，这真是有辱斯文，简直是不堪入目。堂堂朝廷命官竟然如此不成体统，这哪里是皇家宴席，分明是街头下九流的耍班子。哟，太后娘娘和王老大人来了，别光站着看戏啊！要不要来试试手气？套中那个大瓷娃娃，就算你们赢，保准你们忘掉所有烦恼。平安郡主，哀家让你筹办赏花宴，你竟敢将这清静的御花园弄得如此乌烟瘴气！你将皇家的百年体面置于何地？简直是在胡作非为！娘娘息怒，微臣倒觉得郡主这西院办得甚好，并无不妥之处。裴大人莫要偏袒。这等市井杂耍游戏如何能登大雅之堂？皇家威严全被这等粗鄙之物彻底败坏了。郡主根本不懂持家之道。所谓大雅，不在于花卉多名贵，而在于人心是否畅快。今日中秋佳节，百官终日劳顿，郡主用区区50两，让众臣卸下重担，开怀大笑，实属难得。这便是与民同乐的盛世之兆。微臣认为郡主不仅无罪，反而有功。娘娘，您天天坐在高位上，每天操心国事，肯定也很累。偶尔玩一下，完全不犯规矩的，您就放下身段试试嘛。太后娘娘万万不可，这等市井把戏实在是有失体统。您乃是千金之躯，怎可触碰这等俗物？这有违皇家威严啊！哀家执掌后宫多年，还从未玩过这等市井游戏。王司业不必多言，今日既然是中秋佳节，哀家便亲自来看看这套圈到底有何奇妙趣味。哇，太后娘娘好准的准套，第一次玩竟然就一击即中！太后娘娘洪福齐天，大宣国泰民安。这个胖娃娃不倒翁可是代表着福寿面长，太后娘娘定能长命百岁。你这丫头嘴巴倒是像抹了蜜一样甜，这小物件看着确实讨喜。哀家整日在深宫听琴看花，早就觉得沉闷，今日在这西院倒是松快不少。我花了那么多银两借来名贵菊花，请来顶级琴师，居然输给了一个破木头娃娃。苏小姐，真正的雅致是让人心生欢喜，让人如沐春风，而非用死板的规矩将人束缚成泥塑木挑。你输在不懂人心。郡主的纯真热烈比繁文缛集珍贵100倍，裴某定会护她到底。我不服，我明明是世家千金的典范，凭什么连太后都被这粗鄙丫头蛊惑？我堂堂苏家大小姐，绝不会输给这个只懂街头杂耍的野丫头。丫头，你这50两白银花的确实比几千两还要热闹100倍。这场筹办秋菊宴的比试是你赢了，哀家说话算话，绝不反悔。多谢太后娘娘赏识，我就知道娘娘是个通情达理的明君。以后西院随时欢迎娘娘再来玩耍，我们包教包会，绝不藏私。娘娘英明，郡主确实天资聪伟，这场比试赢得光明磊落。裴燕，虽然这丫头过了持家这一关，但你身上的奇毒未解，堂堂首府满头长草，这奇景若是不解，你如何能在朝堂上服众？若是10日之内解不开春庭雪，这桩婚事哀家照样不准。古籍里西域奇药记载极少，这春庭雪根本找不到破解法子。找不到便不找了，看你愁眉紧锁的模样。这顽疾不除，大婚之日，你定会因我沦为京城笑柄。没人敢笑话本郡主，我就喜欢你这般模样，独一无二。你头顶花果别致有趣，日日换新，反倒十分特别。你惯会宽慰我，可当朝首辅头顶生花，实在有违礼制体统。规矩本就是人定的，我发现了春庭雪的天大秘密。民间话本尽是虚妄，怎能与医书混为一代？医书治身疾，话本疗心疾。你细看这段西域秘文，书中记载，春庭雪并非致命毒素，药效全然与人的心念相空。没错，从前你固守礼教，压抑本心，药物便长出杂草警示你。
如今你放下桎梏，遵从本心，便生出吉祥方果。原来这春庭雪是测心之药，根本无需刻意解读。你不必为腐朽规矩改变自己，哪怕你头顶长出整片林木，我也满心欢喜。这才是最真实的你。既决意舍弃迂腐规矩，又何必在意世俗流言与目光？太美了，宛若漫天繁星，浪漫至极。既然你从不嫌弃，我便顶着这满头繁星入宫面见太后。你要入宫，太后定会拿礼制规矩为难你。我去向太后求旨赐婚，兑现秋菊宴许下的婚约承诺。我与你一同前往，就算太后降罪，我也半步不退。从今往后，首府府规矩由你定下，裴某为郡主之命是从。即刻出发，前往慈宁宫求取赐婚圣旨。简直不成体统！朝堂大殿，男女亲密无避嫌，裴首府不着官服，头顶花草，公然藐视朝堂礼制与皇家威严。裴燕今日不求朝政，只求恩典。素衣红裙本就是喜庆装束。微臣今日不谈国事，只为私情觐见，未穿朝服，还请太后恕罪。微臣裴燕携新月之人平安郡主沈木墨，恳请太后降下懿旨，成全二人婚约。裴燕，你三思而行，执意迎娶郡主，你半生恪守的文官体地、首府声望尽数损毁，切勿被情爱冲昏头脑。臣思虑良久，绝非一时冲动。从前臣死守礼教规矩，以为恪守礼具便可安邦定国，如今方才醒悟，本心尚且难守，何以守护万民苍生？郡主便是臣之本心，此生非他不娶，弃官亦无怨无悔。荒唐！首府岂可因儿女私情舍弃朝堂大局、天下苍生？太后，裴燕半生操劳朝政，束缚自我，受尽委屈。臣女保证，往后被他左右，让他顺雷无忧，喜乐度日。二人情谊赤诚坦荡，裴燕头顶繁花反倒鲜活顺眼，并无半分失礼违和。罢了，你二人执拗情深，哀家不愿棒打鸳鸯。传懿旨，赐平安郡主沈木木，首府裴燕则即日大婚。太后圣明，恭贺首府郡主喜结良缘。臣叩谢太后隆恩，必恪尽职守，鞠躬尽瘁。多谢太后成全。诸位快看，首府头顶盛放红玫瑰，大婚之日这般景致，实在喜庆吉利。十里红妆，繁花半裙，首府大人用情至深，郡主真是觅得良人。今日裴某大婚，全城同欢，管家撒赏铜钱。谢首府赏赐，祝首府与郡主百年偕老，岁岁安康。这般肆意开怀的模样，是我从未见过的裴燕。至此，我彻底放下，也彻底认输。江南书院来信，我决意前往江南教书育人，即刻动身。京城礼教桎梏人心，困守方寸楼楼，终究虚度韶华。木木，跨过万般波折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裴燕的妻子。今日满头繁花太过惹眼，可我偏爱这份明目张胆的偏爱，胜过世间所有情诗。你是我毕生挚爱，我要让全城皆知我心意。这株小树太过懂事，比你还要心急。春庭雪信性直白，既然万事俱备，夜色已深，夫人，我们歇息吧。那首府大人切莫辜负良臣与满园心意。